就是做了一些环境的设定啊 ，security 啊，然后还去做一些 connection 啊，铺路造桥，还派出征烧兵 cloud 去收集这一些情报，让我们后面很 smooth 那这些打探的工作如果都很顺利的完成以后，那我们终于可以真正的来做这些资料的转移的工作那这就是你 create 一个 job 那真的就来搬了。所以你虽然我们觉得搬很简单，那事实上在安全管控啦，还有那一些里里扣扣的那个地方，事实上在云端里面有很多细节。所以资料搬存在数据资料处理，在有关于资料库的管理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是觉得这有点像黑手的工作啊。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是里面有一些眉眉角角要去克服的。所以虽然说我们就是要搬东西，可是前面有这么多的步骤要去完成。所以现在呢，我们把这一些 endpoint 啊，然后这个 connection 也见过了啦，我们也派只爬虫去把这一些征收资料征收写回来了。那我们就真的要来 create 一个 job 他就真的来可以帮我们爬。然后当然因为爬的过程中上传的这种传递过程中，因为有这些征收资料，所以它就可以在效能上面安全上面可以做到很大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好，那这边就是我们要到这个有关于 AWS 的 Glue Studio 那这个地方是在你如果在这 Glue 的里面那这边其实前面我们有关于 Connect 啦 Cloud 啦那这边有 Database 嘛，这个叫做 Studio， 这是它新的功能因为它版本常常会更新，这个大概是最近才提出来的那这个叫 Studio 就是可能比较快捷吧那这边就是它提供让大家比较简洁化就是以前的版本前一个版本其实可能要许多的人力那这个版本它就是会更比较简单来做，所以它把它优化成类似这个样子当然这边有一个很多的 option 很多的 option 你可以自己看是要写 GPT 还是可以程式化来改。那我们就用 Visualize 就是视觉化的你要从哪里搬到哪个地方。那当然我们的 source 就很简单啦，就是 S3 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搬到哪里呢那我们搬到的是这一个叫做MySQL 这个地方所以你只要这样子定义，那你就可以 create 一个 job 出来你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去 create 一个 job 出来。那它基本上已经帮你模板都建好了所以为什么叫 Studio？ 这前面没有这个版本，现在以前肯定要手动的去做这一些管控就是说你的 source 啦，然后你的 action 要做什么啦然后 target 的是怎样子，你给它做，它 Studio 就你只要选这样，它自动有个 default 就把你做出来了。当然是这些有一些设定的动作啦就是你 source 要从哪个地方来，然后你是哪一个，然后你 output 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结果是怎样子那这些都是需要设定的那因为讲解方面，我就回去投影片那一边，大家可以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对应。那当然第一个你要把你的 job 要取个名字，不然它可能不让你做你 job 然后把它 save 起来。好，那这边操作我就跳回我的投影片那边来讲解。所以你就是到 AWS Glue Studio 这边，然后选你要从哪里传到哪里那当然这个是可以这么简单，是因为我前面做了很多铺陈的工作那我们就是从 S3 我们要调到 MySQL那选好以后你就按个 Create， 这样就可以了。那下面你这个 Create， 因为我这边已经 Create 成功了啦那你当然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要先把它取好，那你选 Visual。那第一个就是你的 Node Probability就是你的一些基本定义，你 S3 是要从哪里搬这边可能要跟它定义一下。所以你在这个呢，你的 Node 这边有关于这些 Property， 就是你要从哪里搬，你要去选嘛那当然我是选好了。那这边也可以到 Recursive 的，因为为了方便起见，可能你就是给它一个目录，然后下面呢可能杂七杂八一堆档案。那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很基本的测试，我们就传一个档案就好，所以我们就单纯我就会把 Recursive 这个地方拿掉。你这个如果不拿掉的话，它就是里面所有那个目录里面所有档案还有子目录它全部都做
那我们就是先测试，就是简单的只要传一个档案，所以先把这个地方把它拿掉。好，那你就选你要传的那个档案，好，你的 bucket 是这一个，哦，那里面呢，里面只有一个，哦，因为我没有 recursive， 我就只有一个。那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我们上传的这个档案是用那个不是 TTCS 原始下载下来，我们是用那个爬虫爬回来的，所以它这个档案已经有表头，然后有这个 primary key。那这个就是 index ID，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爬虫爬回来输出，我们已经有给它编号了。那有了这个编号，我们传过去，因为这一边会有一个 primary ID 的问题，它会用这一个来做 primary ID， 这样传过去才会对。那可是其实后面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第二个呢？因为第二个 file 搞不好也是0开始，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把它留下来给同学去解决的。就是你一开始要原先就把它 pack 成一个档呢，还是说你有别的技巧可以避掉？因为第二个 file 它还是从0开始，这样可能就会有出问题。不过我们这个讲解我们只用一个而已，就用一个。那当然你这边就可以选你的 output schema 了，看看对不对？那这边基本上我都是把它全部转成 string 了，因为我有试过就是别的 type， 那可能会出错，我就没有试了。那这边你设定好，你可以先来这边看看转的对不对，那这边有个叫 data preview， 你可以看一下，转出来对不对？可是第一个栏位你会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是因为你没有给它限定的话，它就把所有的栏位，当然它一个 key 啊，因为它就把它整个 cat 起来当一个 key， 不过先不用管它，你按你一个整个来对一下，所有的栏位这样子有看到9个，看到5个，你把它全部打开，这个全部 check 起来，它就可以秀出全部的栏位。所以你第一关先来 survey 一下，大概有没有正确的抓进来，这是第一关。好，那第二关它其实它有更多的 mechanism 啊 ，apply mapping， 就是里面你其实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资料的转换啊、加总啊，还是说过滤啊，这边其实都可以。那我们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动到太多啦，就是说你这边如果要再调整的话，还是可以啦，就是你的名字你也可以做一些什么转换，你也是可以做，不过就看你了，你要不要换名字啊，还是换 type， 这边可以试。不过我这边我是没有试啊，我是没有做一些转换，因为我想说让大家可以先做一个样本出来就好。好，那在这边同样的你 output 确定没问题，你也可以再 preview 一次，看转出来到底对不对，先 survey 一下对不对。好，那这边也是确认对不对。那这边都确认过了，那最后一关就是真的MySQL那一边，那你就把这些资料填好，那你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database， 那你就 source， 你要把它放到哪个，你要用哪一个，来做这些转换的工作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去探勘回来的，那哪一个表，因为这个是派 Cloud 征收兵去转回来，所以按照它的那个情报地图走，应该就不会错了啦，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先过去啦，就是你还没传之前，你先这边，然后你就下一个命令，select staff， 然后你这个表格，那这个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啦，其实这么多的字，其实打起来有时候不大方便。那这边有一个很 tricky， 就是你只要点2下，它就会把这个写进来。所以你一执行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这一些栏位的东西，它就会跑出来，这边有错。好，那这可能是我里面哪个资料有问题了，我就先把它跳过去。好，那一开始只是让各位先确定是空的啦，没有空顶，就是先把它有一个叫做 truncate， 其实这边有一些命令是属于SQL 的，就是你如果有做那个有一个叫 truncate， 就是它会把它内容清掉， drop 就是整个表格丢了，那 truncate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清掉。所以你如果说里面有资料，你可以用 truncate 这个动作把里面的资料先清干净。那就是一开始先清干净，那你就按 click 选了这一个 database，然后选了那个表格，
啊，再来万事俱备哦，那你就可以开始做传递的工作哦。那你开始 run 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跑了哦，它就会开始做一些传递的工作。好，那这边可能就看你的资料量大小哦，那它就会把它做一个 output 哦，然后 run 的动作。那这边可能你就要等，这边有个 run 的 detail， 因为这会牵涉到你资料量的大跟小哦，传递的问题，所以这边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好，那无论花多久，还是会比你从 local 端一个一个上去传还快哦。那这边等到已经成功了哦，就是真正资料上传了。如果你这边失败，那不好意思哦，因为也遇到很多学生，老师啊，我这边怎么不行？那不好意思，你就是要回去前面的那一些动作啦，一个一个去检查哦，有没有哪个地方漏掉了哦。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资料的一个上传。